到了，好快哦！仰慕窟。這次又是搭我們的好朋友虎航，要飛從來沒飛過的佐賀，那就跟着我一起看看飛佐賀有什麼好玩的吧。雖然還算常飛，但難得遇到台灣起飛是好天氣，特地選了靠右邊的位置，想要俯瞰整個台北盆地。天氣很好，可以看到遠處的雪山山脈。不過台北盆地還是霧蒙蒙的。龜山島倒還算是蠻清楚。要準備降落啦！日本空氣就是清新。這就是佐賀機場，蠻小的，常規的國際航班就只有到台灣跟飛首爾的。為了方便，老樣子還是租車。租車往右邊走。好，這次租的是Nissan。我們這次租的車。取車後，我們先前往佐賀市區吃中餐。來到佐賀，當然要吃一下佐賀牛。我們預定的餐廳是季樂，剛好這家是有5間套餐的，週末也一樣有。看看這油花，佐賀牛，來佐賀吃佐賀牛，沒大反應，超讚。它流出的超油的佐賀粉，然后它这个油呢，是可以拿来炒高的炒。看到吗？好好吃哦，入口即化。接下来我們就要前往黑川溫泉飯店旁邊的 Mount Bell。哇，好小一家哦！意外發現旁邊有一個了原濕原，有3條步道可以走，但天氣轉陰了，我們只有隨便走紅色的一小段，還是把握時間早點回旅館泡溫泉。旁邊也是九重山的登山口，看 Google 評論風景蠻美的。之後來安排個九重山登山之旅。位於九州大分縣，在壯麗的九重連山環繞之下，隱藏着這片海拔約1000公尺的了原濕地。它更在2005年被納入拉爾薩姆濕地公約的保護範圍內。這片濕地擁有珍貴的濕地植物群落，例如生長於湧水口的苔蘚植物等，並透過燒荒的方式維持這裡的環境。園區內鋪設木棧步道，可在悠閒散步的同時，
沿途觀察四季更迭的植物生態。天黑之前，我們終於到達旅館伊諾井，位於熊本縣阿蘇郡南小國町的黑川溫泉區，是一間蠻古色古香的旅館。櫃檯有免費的咖啡茶水可以享用。第一天的住宿，很傳統的日式房型，但不是鋪床式的，早上可以睡到飽。這邊還有一個小陽台，可以觀賞外面自然景色。一泊20，價格是台幣8885。吃晚餐前，先趕快去泡一下。我那天泡的時候，都只有我一個人。當然，這是 AI 示意影像。外面的露天溫泉區也很讚。在09年被米其林選為2星的溫泉區。泡完溫泉是要吃懷石料理，這算懷石料理？應該算吧，不知道。反正有和牛啊、瓦薩比啊，超豐盛的，超讚。對，然後還有那個和牛。耶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早安，今天是個好天氣。我們要來享用我們的早餐了，跟昨天一樣的位置。黑川溫泉這邊很多溫泉飯店可以選擇，好漂亮哦，空氣好好。今天第一個景點是要去高千穗峽，是我很期待的一個景點，開過去快1個半小時。好奇妙的地方，有很多用草還是樹葉做成的動物。可以停下來休息一下，旁邊有賣咖啡。途中經過 Higodai 大橋，可以停下來欣賞一下流經的阿蘇川。中間途經我很喜歡的阿蘇高原，這邊的人車稀少，可以遠眺阿蘇中岳。沿路看到好幾個人在這騎公路車，感覺好享受啊！但爬升高度必定也少不了就是不能再被沿路的風景吸引了，要趕快去真正的目的地——高千穗峽。
我們來時只剩第二停車場有位置了，不過走到瀑布也大概10分鐘而已。哇！高千穗峽真的很美，兩側岩壁呈現出如雕刻般整齊排列的柱狀節理奇觀。后面美吧。我们在高千穗瀑布，现在是正中午的时间，太陽最大的時候。然後下面的那個真名景瀑布，我們原本是要搭下面的划船的，但是沒有訂到。要坐的人記得要提前2周上官網去預訂，然後選定你想要搭的時間。那一次搭乘的時間就是半個小時，超時的話就是會多收費。你看來這裡就是要避划那個船啊。但是大叔他就是忘記了，他忘了這件事。他好像提前1周吧，記錯時間，然後上網的時候就是都沒有。那我們今天其實原本要提早來啊，但是車程蠻遠的。那剛到的時候，當日票也都售光了，就只能走旁邊的步道看看風景啦。旁邊步道也不錯啊。你要買嗎？你買看看啊！別的 YouTuber 都說他們不吃，超肥，這好肥，這什麼啊？鯉魚哦，這鯉魚嗎？長得超肥，感覺快爆炸了。真的，好像快爆了。就這隻鯉魚炸彈，好肥的魚哦！看我的，天女散花，那我包包会不会掉出去啊？背好。這邊都是這類很小片的楓葉，賞楓季來應該很美。嗨，我們在那個高千穗黃色幸福的郵筒面前，寄出我的明信片給我的好朋友們，希望收到明信片的人都可以很幸福哦。我剛剛寫很久哎，投咯，確認一下。好，沒有，只是確認一下我有沒有寫好。好啦。另一個也沒有訂到的是高千穗天照鐵道。它是利用2005年因颱風災害而廢線的舊高千穗鐵道改裝而成的觀光小火車。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無車頂的開放式平台車廂。當火車緩緩駛向高達105公尺的高千穗鐵橋，腳下是深邃的溪谷，在這片被群山環繞的360度全景視野中，時間仿佛慢了下來，只留下風聲。小火車駛到鐵橋中央時，通常會停靠幾分鐘，司機大哥會在這裡釋放繽紛的泡泡。我們來到了天岩戶神社，這是剛剛在高千穗看地圖看到的。這個是高千穗碧湖，說是非常的靈氣的一個神社。有到碧來哦？有啊，就是高千穗都是靈氣的。哦。我們主要是去的叫做木窟。小木窟。哦，你說剛那個洞窟。前面右邊就是天岩戶神社。這座神社最特別的地方，在於它的本殿後方並沒有神像，因為它祭祀的本體正是隔着岩戶川，隱藏在對岸斷崖上的神聖山洞天岩戶。
傳說中，天照大神曾因憤怒躲進這個洞穴，讓世界頓時失去了光明。隔着溪谷望向那片被結界守護的原始森林，讓人深深感受到大自然那份不可侵犯的古老神聖感。我們繼續走向更深處的天安河原。仰慕之窟，從天元社天元库走到什麼天元安和天元，大概10分。看旁邊這裡就開始有馬尼堆了，然後等一下會非常密集的馬尼堆，小心哦，你有密集恐懼症。然後呢？你說要堆哦？對啊，就是我看網絡上寫說，就是要去的路上沿路撿石頭，然後到那邊就把它堆起，然後許願，然後願望就會實現啦。馬尼堆的用意不就是這樣嗎？哦，到了，好快哦！仰慕窟。超爆多馬尼堆，這我這輩子看過最密的吧。當巨大的天然仰慕窟出現在眼前，視覺的震撼溢於言表。溪谷兩旁密密麻麻堆疊着的，是無數信徒為了祈願而立起的石頭。好特別哦，怎麼都不會掉。他們都有放1塊。在這個被滔滔水聲包圍的岩窟裡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與人類的信仰，在時間的洪流中靜靜地融合在一起。我們要回停車場開車趕路了，因為我們要一路向南開3個多小時，前往九州南端的鹿兒島市。真的好遠，從白天開到晚上，快20了，超大片的叉燒。还挺好的，有那种披萨的香气。因为这里是鹿儿岛。今天晚上住在鹿兒島城山飯店，房間還蠻大、蠻乾淨的。洗手間也很大，不是那種一體式的。你看我的衣服，穿起來好像道士還是什麼會氣功的師傅。這飯店的寓意怎麼會長這樣？打太極的。超莫名的啦，对不对？真的叶問之類的，好莫名哦。我變師傅了。好了，玩一下泡個溫泉而已。這個比較可愛，然後怎麼這樣？城山的溫泉大眾池是可以直接看到櫻島火山的哦。我們就先泡溫泉啦。喜歡別忘了按讚訂閱，我們下集見。